路飞的那些可爱奇葩行为一览，作为草帽团的团长，路飞身上没一点绝活怎么能行？毕竟是能把慎平和罗给带崩的灵魂。路飞身上有多少令人难以理解的可爱呢？一万物皆可吃，路飞作为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吃货，甚至有着睡着觉都能吃饭的旷世绝技。他可以试图征服很多极具挑战性的食物，抱着一个宝箱直接就生啃，震惊众人。快饿晕的时候还想把自己的拖鞋充饥，空岛硬得跟铁一样的南瓜，还有被路飞评价为非常难吃的跳舞粉。被路飞嫌弃的食物确实不多，除此之外还有恶魔果实和蘑菇镇的樱桃派。当然路飞能吃还不仅局限于奇奇怪怪的食物，人也是可以吃的，比如橡胶大口吞。老沙千丝万想没料到这小子打不过，居然还想直接吃了他。吃克利架的饼干，吃着拿着，吃不完的还打包带走，直接给克利架整崩溃了。有时候吃也能救路飞一命，炫完饼干吃糯米，要不是路飞能吃，还真就打不过。路飞饥荒的时候是真没东西吃，但蛋糕岛也是唯一一次把路飞都吃哭的地方。饿极了，路飞还会敌我不分，宛如吸尘器一样，把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扫荡殆尽。这里面自然会包括储备粮乔巴。虽然路飞吃起东西来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看路飞吃东西的样子，是真的有助于食欲。二、神奇脑回路。路飞的思维方式通常很奇葩，他的点总是能让人猝不及防。路飞对海军的理解，在长链岛上，路飞惊恐地告诫平民不要听青雉瞎说，他可是海军。何か問題でも？いいんだ，结果反应过来才发现，坏蛋竟是我自己。对英雄的理解，路飞不想当英雄的理由也是非常奇特，因为英雄要把肉施舍给所有人，而路飞只想拿肉来开宴会。慎平并没有在乎路飞想不想当英雄，反而机智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帅哥美女的理解，在路飞口中很少听到帅哥美女，不过哪种人能把路飞帅到呢？可西亚村的阿健大叔直接把路飞给帅傻了，因为路飞觉得阿健头上的风车很酷。罗克镇时对亚尔丽塔，路飞也是唯一一次称呼人为美女，任谁都没有这个待遇，难道这就是华华果实的恐怖之处？对裤裆的理解，对路飞来说这里是非常方便的储藏库，可以随手拿出一只章鱼气球出来，并且还救了全团一命。女儿岛的人好奇路飞的那个袋子，路飞则是完全淡定地问，你们没有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骂人的理解，マリモ三刀流。待てルフィ、三刀流は悪口じゃねえぞ。或许是因为看到索隆经常会愤怒地朝对手喊出三刀流，所以路飞以为三刀流是句骂人的话。对零花钱的理解，零花钱就是没钱了找娜美要。路飞的经典操作，在水之都花了1亿贝利开宴会，然后说娜美我要出去玩，给我点零花钱。路飛对拉屎的研究，遇到一些奇怪的物种，路飞首先好奇的不是它们是什么，而是很想知道对方能不能拉屎。お前うんこ出んのか？ところでお前うんこ出んのか？何を聞いとんじゃこら！出ない！而且路飞对此非常执着，直到2年后还一直有这个疑问。路飞对老人的关爱，在恐怖三帆船，一个僵尸从地下爬出来，通常这是相当惊悚的事情，结果路飞直接把老头给按回去了，并称其为身受重伤的老人家。您歇着吧，看来如果不了解路飞的脑回路，很难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离谱的事情。对马尔科的记忆，所以罗宾就是最能 get 到路飞脑回路的人了。在大家通过各种提示帮助路飞回忆马尔科都无济于事后，罗宾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3撒谎就撅嘴。路飞有一个很可爱的习惯，这也让他成为了一个真诚的骗子，因为只要路飞一撅嘴，你就会知道他真的是在打算骗你。路飞这个习惯打小就有，撒谎的时候眼睛往旁边一瞅，小嘴往一边一撅，小汗在额头一冒，有时候还附带吹2下口哨，试图遮盖那一点也不会被发现的紧张。长大后因为偷吃伙伴的食物被山治怀疑，路飞撒谎的表情一点也没变，加上小手在面前摆一摆，好像在说我都装成这个样了还能不信吗？结果迎来的是山治一个大脚踢飞。在和之国面对索隆的紧急加密通话，路飞心领神会，一口咬死说自己叫路飞太郎。路飞的撒谎能力非常局限，因为只能骗骗自己。哦不，看路飞这小表情，好像连他自己都不信。4带头玩模仿。草帽团里2个模仿大神路飞和乌索普，而这个灵魂模仿就是由路飞带头玩起来的。雨燕的监狱里模仿山治成为点中点，然后越来越大胆，第2次居然当着本尊的面模仿被暴揍一顿，但庆幸模仿索隆的时候索隆不在，不然就要挨索山的混合双打了。借助罗宾的能力模仿乔巴，利用自己身体的特长模仿乌索普。路飞不仅是对朝夕相处的伙伴的特征拿捏得很到位，早在打阿龙的时候就开始忙里偷闲模仿阿龙了，后来模仿海猴，模仿云狼也是一绝。小剧场里模仿老沙，模仿的多了也就没有了对手，最后都开始模仿自己了，用面粉拍在自己身上模仿被青雉冻住的时候，当时是刚刚经历过和青雉的交手，死不了就接着玩，路飞的心态也是厉害。5终极大脸盲。草帽团里最好骗的俩，路飞和乔巴。不过要说脸盲，路飞比乔巴更甚。
起码乔巴还分得清男女，而路飞三姐，女だぞ。这已经不足为奇了。早在被分槽头的妹妹骗过之后，大伙都知道路飞的脸盲有多么严重。喂，はい。我頭はどこだ？凡是长鼻子的家伙都是无所谱。然而当狙击王站在面前的时候，除了脸盲，关键是还好骗。至今狙击王没上船，依然是路飞一路上最遗憾的事情之一。空岛上把一具穿着和娜美相似衣服的骷髅认成娜美，然而布鲁克加入之后，此后所有的骷髅都是布鲁克。最搞的是阔别2年认错索隆和山治，还感叹你俩的变化真的好大。可见路飞一般是通过特征来识人的，以至于后来凯撒换了个发型，路飞一开始怀疑是凯撒，结果凯撒说自己叫瓦斯蒂诺，路飞说不好意思认错人了。6超多表情包，路飞堪称是行走的表情包，这些表情可以说非常具有生命力。这是路飞的委屈，这是路飞的疑惑，这是路飞的无聊，这是路飞的震惊，这是路飞的发呆，这是路飞的好奇，这是路飞的失望，这是路飞的嫌弃，这是路飞的不情愿。而且路飞的果实能力觉醒后，没想到能影响周围事物的属性还能作用到表情上。没错，尼卡路飞的表情疑似具有感染能力，没想到有一天有生命力这种形容可以用在路飞的表情上。当然作为草帽团的灵魂所在，路飞的这些可爱也好，搞笑也好，只要跟着路飞混2天，管你是孤狼还是猛兽，都会被传染成这样的二哈。这也是路飞身上一种绝无仅有的恐怖能力吧。海贼王里出生即满级的天赋怪，要说草帽团里最能打的路飞、索隆、山治、慎平，他们4个现在嗷嗷能打，但要论天赋，他们4个小时候的天赋还真不算明显。那海贼王里打小就展露天生王者气质的人是什么样的？大妈5岁就觉醒了霸王色，5岁一拳打死一头熊，真的就是洒水都没使多少劲儿。在阿尔巴夫收拾巨人族长老，手拿把掐，也难怪被称为天生的破坏者了。这个年纪的大妈就可以说是纵横大海，首次悬赏5000万贝利，之后涨到了5亿。而这个时候在年龄层面，大妈也只能算个小孩。卡塔库利卡2也算是继承了大妈的天赋吧，是一个连出生的时候都站着的男人。在出生的那一刻起，卡2就站了起来，爬到了椅子上，然后双手一插睡着了。这个出生经历是真的牛逼。在5岁的时候，卡2吃了诺诺果实，来日他把这颗果实开发到了极致。10岁的时候，卡2觉醒霸王色，收拾了一帮欺负妹妹的小混混。卡2的天赋怪属性不只是实力方面，责任和担当上也是与生俱来的完美。艾斯作为罗杰血脉，未来的王者气质似乎早已在他生命里注定了。10岁那年在海贼手里救路飞的时候，觉醒了霸王色。在之后的成长里，艾斯也是属于直线上升的水平。出海没多久就能和时任七武海的慎平打个5-5开，顶上战争时也能和大将交手。然而艾斯出海总共只有3年时间，比目前的路飞长不了几个月。现在的路飞自然比那会儿的艾斯强太多了，但如果艾斯没死的话，这2年的成长更是不可估量。凯多同样也是10岁，凯多成了国家的最强战士。后来凯多被国家出卖给海军，当然凯多也很会玩，逃脱之后首次悬赏是7000万，为了饱餐一顿呢，会再自投罗网，然后再跑掉。这和他后来把海军监狱当成公共厕所的操作如出一辙。15岁的凯多在蜂巢岛大杀四方，也就现在黑胡子所在的地方，那会儿就获得了白胡子的赏识，被其引荐给了洛克斯。就这样，凯多以实习海贼的身份加入了洛克斯海贼团。卡普在路飞还只会挖鼻屎的年纪，卡普就在骑老虎了，而且那只老虎的头上还有个包。但是卡普头上也有个包，怀疑卡普是拿头征服了这只老虎。明哥8岁觉醒霸王色，托雷波尔给了明哥线果实，几个人甘愿成为一个8岁孩子的小弟，可见明哥身上瞎眼可见的霸气。陆奇号称 CP9 800年来最强者， CP9 历代最冷酷的杀戮兵器。在弹尖岛觉醒后的陆奇居然可以和尼卡路飞对拳，虽然着实非常跳跃，但不得不说也是基于陆奇的天赋设定。陆奇算是天赋里面最刻苦的，刻苦里面最天赋的，因为陆奇是从小经历过多年的系统训练后，13岁的陆奇一人干掉500名士兵后才正式进入的 CP9。 白星可以说就是100%出生就是王的存在，毕竟古代兵器之一海王波塞冬拥有命令海王类挽救无数生命或者毁灭世界的力量。路飞因为白星爱哭鼻子，给海王取外号叫胆小星，不过也多亏路飞，白星才能觉醒这种力量。罗宾前面几个都是小小年纪的满级打手，而罗宾是小小年纪就是满级学霸，8岁就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了奥哈拉的博士考核，成为了考古学家，其天赋直接被世界政府忌惮了20多年。8岁的罗宾首次悬赏7900万，甚至比大妈和凯多的首次悬赏还高。如果以上还不足以说明天赋的差距，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拿几个同岁的四皇们来说，一个10岁的大妈可以打2个10岁的凯多，10万个10岁的红发，100万个10岁的路飞，这就是海贼王里的天赋怪。海贼王里因为没有光环而引发的区别对待，在海贼王中比实力和背景更重要的是冥冥之中的光环，即便资历过人，有没有光环完全是2种不同的结局。首先基德对这种光环有话要说，当年香波利群岛我3亿1500万的赏金傲视群雄，我以为我是有光环的，
结果鬼岛三傻拥有主角光环的路飞，现在吃香的喝辣的；拥有人气光环的罗和四皇打得有来有回，死里逃生，其实表现的还不错。你们再瞅瞅我，直接被秒，而且是连船带船副整个垮掉的那种。基德表示懂了，这就是因为没有光环而引发的区别对待。其实基德和路飞的莽夫性格最像，基德算是真正的草根版路飞。要说路飞有主角光环，罗有人气光环，巴基有运气光环，那基德只有一个死都打不赢红发的完美闭环。路飞说要揍飞凯多，基德说要把凯多脑袋拧下来。路飞要拉四皇下马，基德直接就干红发。为什么路飞行，基德不行？显而易见，差点东西。对于光环，明哥也有话要说。之前有个小丑扬言要当四皇，甚至海贼王，当时身为 Joker 的我呵呵一笑。没想到现在我成那个真小丑，那家伙成真 Joker 了。巴基的运气光环堪比主角光环，罗杰传的背景就先不说了，从混上七武海，然后跃迁到四皇，海贼王也势在必得。而明哥成为七武海里混得最差的，直接就进去了。巴基甚至让老沙和鹰眼都被迫营业，成了小丑，这就是光环的力量。对于光环，凯老师也有话要说。我身为四皇，身边有坚信我能成为海贼王的干部，我也有成为乔伊波伊的意愿，也有世界上最顶尖的霸气，有羁绊，有野心，有实力，没有人比我更加懂得如何成为海贼王。乔伊波伊的光环舍我其谁？向主表示不好意思，让一下，你是假的，真的在这儿呢。所以凯老师可能只是差一截运气。既然如此，还不如倾囊相授，成为了一个青史留名的老师。当然晋也是一样的，晋有颜值，有和船长的羁绊，在拥船长成王这点上说过和索隆一样的话，但只因为晋没有光环，成为了索隆进阶路上的垫脚石，最后被绿牛吸干，连下线都没能保住一个体面。可见没有光环，只能充当可有可无的工具人。对于光环，白胡子和艾斯也有话要说。家人们谁懂啊？都说如果白胡子和艾斯不死的话，路飞就没法顺利当上海贼王，在海贼之巅必然有一场大义灭亲之战。白胡子表示不至于，我一个旧时代的残党，梦想是家人，我对海贼王真不感兴趣，要当早当了。唯一的夙愿就是艾斯成王，这个可以交给艾斯自己决断。艾斯表示不至于，我一个前王遗孤，在这世上就这些情同手足的人了，老爹不想当王，弟弟喜欢当这个海贼王，那我就让了，直接弄死人多少有些歹毒了。所以白胡子和艾斯看似身份显赫，实则是一点光环没有，直接献祭新时代。对于光环，红发也有话要说。红发说这里为什么还有我？因为红发虽然有面子，但是还真不一定有成王的光环。早已具备争夺 One Piece 实力的红发，到现在才出手，似乎早已计划好了一样，行为呢越来越反常，黑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当然黑化不等于变坏，有可能因为一些难言之隐，又或者又堵了点什么东西进去。因为红发之前立志要乘坐自己的船到达拉夫德鲁，到和巴基分道扬镳的时候，说自己改变了想法，暂时不去了。而中间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罗杰成为海贼王后给红发说了什么，红发嗷嗷大哭。也许是红发因为某种原因注定无法成为海贼王，他的全部赌注都压在了路飞身上，所以红发最后还是有因为没有光环而被区别对待祭掉的可能性。所以在海贼王里，只靠实力和背景的上限，到四皇就到头了。而想成为海贼王，那只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藤虎的一系列操作越来越卧底了。随着革命军在玛丽乔亚的战斗细节公布后，发现藤虎的友军属性一点都不次于黄猿。藤虎最离谱的技能就当属是动不动就拽陨石。这一次藤虎居然要在玛丽乔亚拽陨石。最卧底的是，藤虎虽然瞎，但心如明镜。萨博乌鸦俩自然系，林德伯格会飞，莫里会挖洞，对方上蹿下跳，一个陨石下来一个也砸不中，倒是能顺利团灭天龙人，直接帮龙队建功立业。作为2年后登场的大将，藤虎上任以来干了3件事：装糊涂误伤海军，诚心气死赤犬，有意无意削弱世界政府。首先藤虎打海军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但是藤虎拽陨石这招虽然是无差别攻击，但是一直以来却总是会误伤海军。藤虎第一次拽陨石是在德雷斯罗萨的格林比克，当时二话不说一个陨石就下来了，明哥和罗两人都呆了，不是吧阿 Sir， 这么大一块到底是砸谁啊？最搞的是陨石下来，原本剑拔弩张的3个人一起在那削陨石，最后一看藤虎狠起来连自己都砸，但是一想还是藤虎会玩。藤虎最恨的就是这帮七武海，因为自己身份原因不能直接对七武海动手。藤虎想说大家可都看见了，是陨石先动的手，我可没动手，毕竟我自己也在陨石的攻击范围内。然后第二次拽陨石是冲着罗和草帽团去的，这个就很卧底了。藤虎之前都已经知道罗有调换东西的能力了，结果这俩陨石把自家军舰给砸了2洞，这操作堪比顶上战争的时候黄猿翻回来把自己家城墙给炸塌的操作。这个时候藤虎在船上一边惬意的吃面一边装糊涂，哎呦大意了，原来罗桑在下面呀。藤虎揪明哥寄生线的时候是眼观6路耳听8方，这个时候开始装瞎了，真是有军无疑。第3次拽陨石在德岛，操作也是极其迷惑，也是在和萨博过了2招后，了解对方能力后拽了颗陨石。最搞笑的是陨石在燃烧，而萨博是刚吃下烧烧果实。萨博表示大叔谢谢你助我一臂之力，是不是觉得我还不够燃啊？现在我燃起来了。所以说如果藤虎真的在玛丽乔亚拽陨石，藤虎直接就是加冕卧底王。德岛那颗陨石被鸟笼切碎掉下来，萨博一点事儿没有，倒是把一帮海军砸得够呛。
手下吐槽藤虎拽陨石之前不发预告，藤虎又开始装糊涂了。第4次是在狂热行动里拽陨石，放完一招就不管了，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会砸到谁。但是现场的海贼们各有妙计，还有巴托在呢，能躲过的几率大，大部分海军是真没法躲，所以藤虎这一下子还是想团灭海军。其实有一次机会，藤虎可以好好利用他的陨石，那就是路飞离开德岛的时候。但这么好的机会，藤虎又不用陨石了，改用蓄力了，蓄到最后也没砸下去，变成了给草帽一伙践行了，跟黄猿抬腿半级等雷力又是如出一辙。除了这种明显的区别对待，然后就是气死赤犬，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藤虎和赤犬话不投机半句多，每和藤虎说一句话，赤犬脑溢血的进度就加1。藤虎的一些操作的出发点是正义，恰好呢也在有意无意的削弱世界政府。就比如废除七武海制度是藤虎一手推动的，赤犬其实一开始是明确表示反对，当时藤虎就忽悠赤犬，你就大胆的废除吧，放心，赤天使会出手，世界一定会发生巨变的。结果赤天使的作用没怎么发挥，七武海还抱团了，而且还要去争夺 One Piece， 这是世界政府最不想看到的。赤犬疯了，藤虎，这就是你说的巨变。藤虎表示，哎，我可没说往哪个方向发生巨变。赤犬说，你真溜。所以藤虎作为大将中的一员，存在感还是挺高的，无不在贯彻最能被接受的正义。与其说藤虎的操作越来越卧底了，倒不如说这才是未来海军该有的气质。草帽一伙的真实性格，乌索普老嫂子说乌索普是老嫂子，不光是他跟船上所有人都能玩到一起去，还有他和娜美罗宾两个女生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既不会像索隆那样油盐不进，也不会像山治那样进的太多，非常会捕捉女生的心理，平时遇到什么事儿也是啰里吧嗦一套一套的。在第281集的片尾小剧场里，草帽一伙变成了大婶儿，只有乌索普大婶儿是最传神的，他那个一边聊天一边摆手的姿势，真的是和他老嫂子的性格极度匹配了。索隆大冤种，索隆有时候高冷，有时候机智，不过这都是表象。索隆最擅长一本正经的搞笑，因为索隆不仅能把别人带沟里，他也会被别人带坑里去。路飞乌索普找索隆玩捉迷藏，索隆嘴上说你们几岁了，但是当乌索普用激将法激索隆的时候，索隆就被带沟里去了，被迫营业，跟他俩在那儿追逐打闹。索隆表面上再怎么不食人间烟火，也掩盖不了他傻乎乎的本质。山治柠檬精，山治不愧是草帽团醋王，以前吧山治经常跟索隆攀比赏金，现在又多了一个让山治秒变柠檬精的慎平。一是慎平来了之后收获了娜美的热情拥抱，山治酸了；二是在鬼岛慎平占了山治的指挥权，山治酸了；三是最后慎平赏金还压了山治一头，山治酸完了。所以在弹尖岛，柠檬山治不惜祭出和小1万同款的人妖拳法，也要怒踹慎平赤天使，以为山治仅仅是为了保护娜美吗？山治表示抢老子3号位置，早就想踹你了。路飞小屁孩，不管路飞外表如何成熟，内心依然是个孩子。从小到大，路飞很多地方都变过，就是爱撒娇这一点没变。不过路飞身边既有宠他的男人，也有宠他的女人，能让他开开心心当一辈子孩子。罗宾腹黑姐姐，表面上罗宾温柔知性，善解人意，真的是完美姐姐类型。但是当罗宾想搞你的时候，那也绝对不会嘴软手软。首先就在合适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说出非常血腥恐怖的话，不会咒死人，那也会把人吓得够呛。罗宾下手也是非常狠的，一面温柔体贴，一面又很会欺负人，这大概就是罗宾了。另外罗宾有时候的审美也很奇特，他会对他喜欢的生物说很多次卡哇伊。罗宾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这种莫名其妙吧。娜美野蛮甜妹，娜美有脾气是真有脾气，不过这种强势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谁内心还没有个甜妹心呢？娜美为了友情可以分享，甚至放弃财宝，为了友情也可以掩盖自己的伤疤。不过当娜美抱住路飞的时候，突然感觉娜美平时伪装的太过入戏，她好像也忘了自己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个值得依靠的人。乔巴宠物，虽然乔巴很想成为一名勇敢的海贼，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不过乔巴真正的性格其实还是只宠物，乔巴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就是只宠物。乔巴单纯，比路飞还单纯，极度好骗，内心非常渴望伙伴们的需要。但是路飞乌索普这俩坏蛋，除了会把乔巴当鱼饵或者储备粮，不会干别的。只有这种时候，还有自己被当成狸猫的时候，乔巴才会变成乔胡子。弗兰奇变态真男人，弗兰奇里里外外都是个变态，好像都不需要解释。不过弗兰奇身上除了有男人的浪漫，也有真男人的意志。在和塞纽尔进行了男人的对决中，两人默契的互不躲闪，拳拳到肉。塞纽尔在使用必杀技未能击败弗兰奇后，便坦然认输，站立接招。弗兰奇将其击败后，也是帮塞纽尔抹去了眼泪，说以后有机会再喝酒叙旧。弗兰奇的变态本来就已经很耀眼了，但是更熠熠生辉的是他俩之间的承诺和共情。布鲁克老顽童，作为草帽团里最年长的，本以为草帽团里多了个爷爷，实际上又多了一个儿童，一把老骨头了，但身手挺灵活，还有很多奇特方便的小技能，甚至有时候带点不正经的猥琐。毕竟能和路飞有共同语言并加密通话的人，能老到哪儿去呢？慎平老实鱼，慎平的各种资历可以说是草帽团里最雄厚的了。以前还疑惑慎平的老大架子能不能融入草帽团，不过实际上慎平的老实呆萌的性格顶上战争的时候就有点暴露了，而且慎平的反射弧有点长，很多事情上来他会很懵逼，遇到伙伴吐槽自己的时候也不会顶嘴，
在山治因为慎平赏金高过自己而变成柠檬精的时候，慎平还问索隆：“哎，怎么事儿？山治这咋了？”慎平是真不知道，但显然这对山治的侮辱性更强了，就比较搞笑。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端着的性格，但当真的遇到值得信任、无敌可靠的伙伴的时候，大家真实的性格自然而然就毫无保留的流露出来了。海贼王中开始看似挺强，后来垮掉的一批人，有些人长得像个水果，却把把都能在高端局里闪亮登场；有些人长得像是会打高端局的，后来却只能被人家砍瓜切菜。这种的代表人就是斯摩格，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版本血眼鬼。最早登场的自然系被艾斯评价为你我五五开，前半段一直摁着路飞走，曾经的辉煌不用多说。但是2年期间，当所有人都在默默努力变强，2年后脱胎换骨的时候，不知道烟鬼有没有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一般，在新世界直接来了个4连跪，1战输罗，2战输凯撒，当然这个是和达斯奇换了之后有情可原，3战输维尔哥，4战输明哥。曾经引以为傲的自然系烟雾果实被明哥织毛衣果实给秒杀，拼霸气也自然玩不过明哥、维尔哥和罗，所以斯摩格追路飞对称卡普追罗杰。现在来看，爷爷永远是那个爷爷，斯摩格不再是以前的斯摩格了。月光莫利亚，23年前27岁的莫利亚和36岁的凯多在和之国打了一架，两人都算是进入了巅峰期的状态，虽然结果也是莫利亚以惨败收场，但是那个时候莫利亚体型还算正常，能跟凯多 battle 一下。后来因为失去伙伴备受打击，荒废了自身，在恐怖3翻船，要不是靠着奥兹和果实能力还算强，莫利亚本身是真的菜。要知道4档路飞在凯多面前也是挨秒的份儿，很难想象当年可以和凯多正面较量的莫利亚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荒废。福兹福凌空六子作为黄团的2流干部，赏金最高的福兹福 5.76 亿，最低的佩吉万也有 2.9 亿。其实整体来看发挥的中规中矩，不过福兹福作为凌空六子的头牌，慎平打他那叫一个游刃有余，几乎没有什么挑战性。只不过慎平边聊边打多拖了几招，不然感觉慎平2拳放倒福兹福也是手拿把掐，毕竟梅花皮把人家的纸枪都给怼折了，实在是绷不住了。还有就是福兹福一直想挑战3灾，争夺大看板的资格，在和慎平的战斗中也是喜欢嘲讽对手，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CP 0小队长 CP 0被誉为天龙人最强的护盾，这头衔属实挺大，而且德岛登场的小队长等人穿着怪异，通常像这种怪异神秘的人一般是深不可测的。斯图西、路奇卡库先不说，那个戴帽子的小队长起码有点东西吧，现在来看有点东西但不多。在鬼岛的 CP 0的战力实在是这样，2打2德雷克阿普让阿普给跑了，打德雷克也费了不少劲，然后又是2打1打人家乙藏，被乙藏给极限换了一个。小队长登上屋顶后又是祭出了铁块，然后就祭了，让人想起了夏洛特欧文学白胡子挡船。所以就 CP 0小队长这实力还要蹲罗宾，想屁吃。不过斯图西和加强后的路奇卡库还算可以吧。海军大将老3大将可以，不过随着新世界的怪物们越来越强，大将的统治力在明显减弱。从2年前青雉、黄猿、赤犬老3大将登场，到2年后藤虎登场、绿牛登场，倒也不是大将的实力在减退，在与海贼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就感觉现在只派一个大将出来平不了事儿了。甚至到绿牛这里，虽说也没有咋动手，但气势上已经先垮掉了，和当年黄猿横扫香波地群岛那种表现真的是云泥之别吧。基德，说实话，基德在拿到30亿赏金的时候，确实给了人一点支棱起来的错觉，至少感觉他比以前更强了。基德垮掉主要还是因为过于莽了吧？你说他选谁不好，又选红发单恋，而且2年期间让人给卸一条胳膊，大概率也是被秒。现在支棱起来了还是被秒，合着这么长时间就是主打一个白玩。虽然罗那边也是被黑胡子打败了，但路飞、基德、罗3个30亿，总感觉基德最垮。所以海贼王里看起来弱的他未必弱，看起来强的也未必后面强，但一直强的那就是真的强。海贼王中开始看似不强，实际上很强的人。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有些人上来看起来不是很强，但后面所展示的实力和他的第一印象不说2极反转，那也是差别很大。说到这个，第一个想说的就是罗杰，当然这个是我的主观第一印象，一开始就感觉罗杰长了张路人脸，当时就想罗杰能当上海贼王自然有他的实力，但总觉得罗杰穿了身海贼们最常穿的衣服，戴了个海盗帽，扔在海贼堆里根本就不显眼。直到后面罗杰的事迹慢慢丰富，比如在空岛上留下罗杰到此一游的碑文，轻松拿捏和巅峰雷利平分秋色的巴雷特，一刀劈飞光月玉田，原地接白胡子的俯冲劈砍，罗杰的那张路人脸才渐渐的成为了天花板的标志。不瞒你们说，片头要不是旁白说他是海贼王，我就以为是个被处刑的某个小海贼。卡文迪许，海贼王里通常不允许这么漂亮的男人出现，还很臭美，虽然很特别，但刚开始对他的实力存疑，也不会想到他后来成为了草帽大船团1号船船长。后来看卡文迪许的确是草帽大船团里最能打的了，一旦开出第2人格，那就是敌我不分，嘎嘎乱杀，吓得巴托睡觉的时候也得用铁链子把他捆起来。第2人格也是轻松秒杀明哥干部德林杰，而德林杰其实也算明哥手下不弱的一个干部了。卡文迪许如果能和自己的第2人格和平共处，或许会更强，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乔巴曾经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暴走形态。花之冰五郎，第一印象就是工地里一个矮小瘦弱奄奄一息的老头，不过越是这种人才越有可能是真的大佬，
毕竟雷利当时还自己把自己卖给人贩子被关了起来。只不过兵爷缩水严重，实在是远没有当年的气质了。当年的兵爷也是和之国最有威望的黑帮大佬，是光月玉田非常仰慕的人。路飞能打赢凯多，兵爷也是功不可没。首先就是教会了路飞使用流动的霸气，然后老爷子也可会摇人了，一声号令，几千武士轻轻松松。老沙被路飞早早打败，到现在还能混得风生水起的，老沙可以说是极个别。非要说那巴基也算吧。论战绩的话，老沙在阿拉巴斯坦被空挡路飞打败，就这条件，以后还在新世界混什么？不过海贼王里面有两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个是谁都打不过，就打路飞来劲的斯摩格，一个是遇到路飞就麻爪，但跟谁都能五五开的老沙。所以老沙就是当你觉得他狼狈的时候，他一句撒西布利达那，突然再给你来一个单臂挡鹰眼，拦腰斩赤犬的操作。另外，老沙因为吃了登场早的亏，所以强不强还不能全看战绩。老沙的谋略让他事半功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索隆，忍辱负重，梦想是成为世界第一大剑豪；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案例老沙，直接招募世界第一大剑豪。牛不牛逼，惊不惊喜？超新星怪僧，当年的超新星成的成，败的败，目前为止只有怪僧的戏份最少了。怪僧是当时超新星里面赏金最低的一个，1.08亿，刚刚过线，而且长相怎么说呢，就感觉这货不强。然而他2年前在香波利群岛是唯一一个单挑揍爬和平主义者的超新星，虽然也没有完全打败，但怪僧好像一直都领先其他同学一步。在路飞去蛋糕岛之前，怪僧就打败了大妈的第4将星斯纳格，这哥们赏金6亿，随后被大妈除名了将星。然后怪僧在饼干和复仇大军的围堵下还跑了。后来怪僧一直是在空岛养伤修行，感觉他现在应该挺牛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登场。其实像这种扮猪吃虎的人不少，路飞这种人畜无害的长相，当时魔古镇酒馆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戴草帽的小子居然值1个亿。所以如果开始怀疑一个拿鼻毛当胡子的人会不会打架的时候，那第6感可能是在提示你，这个人很有可能下一秒就要拔出刀来要秒人了。海贼王中赏金被低估的那些卷王，悬赏金是一个人实力和危险程度的综合体现，不过有些人的赏金和他的能力并不是很匹配，他们本该有更合适的档次。首先红发在剧场版和主线里都展示了动不动就要秒人的习惯，再加上一招熟悉的神臂，堪称是在世罗杰。然而他的悬赏金是40.4890亿，在老四皇里面排名第4。红发再怎么低调，感觉也比白胡子能闹事儿，危险程度只高不低。当然也可能是红发属于世界政府的关系户，再加上当上4皇的年头比其他3位要少得多。要说红发实打实的悬赏金50亿级别和白胡子匹配应该没有问题。老沙悬赏金19.65亿，这个赏金还算对得起老沙跟谁都能搓个沙包五五开的实力，只不过比表面实力更值钱的是私底下的谋略。和之国之后，老沙本应该是4皇的，然而巴基的霸王色运气再次爆发，从1500万飞升到31.89亿加冕4皇。不得不说，这本应该是老沙的待遇，毕竟他才是十字工会创始人和董事长。但看得出来，老沙很稳，顺坡下驴，让巴基当这个扛雷的 CEO， 比那些虚的更有价值。艾斯悬赏金5.5亿，罗杰血脉3色霸气加持，刚出海没多久就战平大河，战平甚平，和黑胡子斗得天昏地暗，顶上战争手脚估计都被捆麻了，也能和青雉拼技能五五开，和赤犬对拳。说到这一串，最开心的应该是斯摩格了，因为艾斯当时说你是烟我是火，我俩不分胜负，当时有些果实相克的设定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话又说回来，艾斯的实力足以让世界政府发七武海的 offer， 再加上是海贼王的血脉这一点威胁，2年前艾斯的赏金怎么着也得有个7-8亿才合适，如果艾斯现在还活着，10几亿也不是问题。萨博悬赏金6.02亿，作为革命军的2把手，龙和熊一手栽培出来的萨博，在德岛可以和藤虎有来有回，藤虎没太用全力，萨博稍微有点费劲，但世界会议篇萨博再战藤虎外加绿牛双大将，这个时候萨博有了军队长们的帮助，完事儿藤虎头上缠了绷带，战斗看起来非常激烈。萨博在玛丽乔亚成功救出熊并全身而退。革命军本身就比较有特殊的一个组织，矛头直指世界政府，萨博应该有高于皇团皇父的价值和威胁，赏金10几亿也合适。此时斯摩格又笑了，因为在剧场版里他也能和萨博五五开。索隆悬赏金11.11亿，确实低了点。其实草帽团一直以来都被各种压赏金，见怪不怪了。但是索隆在鬼岛砍伤凯多，单挑打败劲，含金量足够。CP0 是不是把战绩给记漏了？何况索隆还是个卷王，立志卷掉35.9亿的鹰眼。然而索隆的赏金并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比13.9亿的劲还低不少。索隆这波至少也得15亿往上走吧。路飞悬赏金30亿，基德和罗各拿30亿先不说，不过基德和罗是联手打大妈。路飞这边呢，凯多是被超新星联盟、赤鞘武士、大河、鬼岛这些原因消耗了一波又一波，但大多时候都在和路飞一个人打。五老星也被尼卡果实的觉醒整得焦头烂额，威胁程度足够。路飞的赏金就算不高于黑胡子的39.96亿，也得有个35亿往上吧。一碗水端平稍微有点迷惑。乔巴和贝波这俩难兄难弟，有些人虽然卷的辛苦，好歹赏金大幅上涨，他俩一直在卷，一直被当宠物。乔巴涨到1000了，500的贝波应该也涨了，估计也是千位数级别。如果巧了，兄弟俩一起到1000。在海贼王里，一根茄子是100倍利，
乔巴加贝波能换这样的一箩筐茄子。总之，悬赏金这玩意儿比较有意思，有像巴基、乔巴、贝波这样的乌龙，也有红发路飞这样的小九九，很多隐形实力也不会计入赏金。不过如果赏金和能力差距有点大，那指定就是被低估了。全能音乐家布鲁克啥都会一点。布鲁克在船上担任着一份优雅浪漫的职位，似乎不需要干什么体力活。不过平时布鲁克完全可以帮到任何职位上的伙伴，非常全能。首先是管理经验，草帽团还真不缺跳槽船长，慎平是正儿八经的当过船长，乌索普那个陆地船长也勉强算当过吧，而布鲁克也当过代理船长，当的怎么样先不说，起码平时老不正经认真起来，也有一些带兵经验和管理能力。没这个心，但不代表不会。然后是高频战斗员，布鲁克应该是除了主力几个人之外最能打的了，既有剑术也有果实能力。布鲁克的战绩有输也有赢，不过都很高光，毕竟他的黄泉果实真的蛮厉害的。在和之国没有明显加强的布鲁克，到后面应该还会有更高光的时刻。航海是候补，在去万国的路上，路飞一顿随心所欲咖喱把一船人给干崩溃了，那只能是娜美去做饭，海图就交给了布鲁克来看。娜美起初还怀疑布鲁克会看嘛，布鲁克说没问题，就交给我吧。之后草帽团绕开了监视网，也到达了蛋糕岛，布鲁克还是有一些航海才能的。第二舵手，去蛋糕岛的这一段路，布鲁克不光要看海图，还要掌舵前行，因为路飞掌舵被布鲁克吐槽技术太烂，把舵轮都给干着火了。其实感觉草帽团里标船技术最好的是慎平无疑，第二阵容就是弗兰奇、娜美和布鲁克。在德岛也是布鲁克掌舵，躲避大妈海贼团的追击，完成了路飞的命令，小分队先行前往左屋。当然布鲁克也会开很多载具，比如船坞系统里的鲨鱼潜艇，布鲁克开的最多，手拿把掐相当熟练。船匠辅助，平时修船这种事情都是弗兰奇大包大揽，而布鲁克虽然不精通这行，但是给弗兰奇打打下手也是常有的事儿。刚上船那会儿还帮弗兰奇搬可乐桶，力气还不小，只不过布鲁克拿成了酱油了，现在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历史学家的好帮手，布鲁克本身就足够有历史，毕竟罗杰都只能算个新人。作为历史正文收割者的布鲁克，在蛋糕岛印出来了3张历史正文，其中一个还是红色路标，惊呆现场所有人。罗宾如果能看到历史正文会非常高兴，只不过罗宾当时不在现场，不然的话罗宾高低得奖励一下布鲁克。完事儿布鲁克倒是收到了娜美的奖励，也非常好。狙击手的弹药，布鲁克打奥兹的时候有一招叫雷鸣剑革命舞曲突进去，自己作为子弹，配合罗宾的能力，娜美的雷电和乌索普的巨大弹弓弹射出去，直接刺穿了奥兹的肩膀。这颗特殊的弹药威力也很强大，副作用是被雷电给电到，反正布鲁克也不怕雷电。第二个骑士，山治曾经的定位主打一个骑兵和保护女士，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不过后来山治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也要打一些硬仗，所以布鲁克有点补上这个位置的意思。蛋糕岛布鲁克是各种出其不意，和之国又充当罗宾的护花使者。船医的最爱，在医术上布鲁克不太能给乔巴帮上忙，但是对医生来说，不添麻烦就是帮大忙。希鲁鲁克和乔巴的愿望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病，那就太好了。恰好布鲁克就是这种体质，乔巴都不需要给布鲁克看什么病，因为布鲁克根本就不会死，因为他已经死了。布鲁克最脆弱的也就是骨头了，可惜这也只不过是一口牛奶就补回来的事儿。另外，布鲁克也是一名合格的导游。兔子上船参观的时候，布鲁克绅士的轻车熟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带其参观。想当初布鲁克刚上船的时候，笨手笨脚，想帮忙却搞砸了很多事情，感觉自己很没用。对此路飞只是说，我已经认定你了，你可以加入，比起这个赶快来吃饭，大家都在等你呢。在伙伴的包容和鼓励下，布鲁克感到很舒服，很有安全感，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如今他可以帮伙伴做这么多事情，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海贼王里一招秒的价值，既然把枪口对准别人，那就做好觉悟吧。有些人出手既是开始也是结束。路飞2次秒贝拉米，第一次在魔古镇，先让对方尽情的花里胡哨，然后一拳放倒，安静了，舒服了。1亿贝利的大佬看清楚了，当时贝拉米悬赏5500万。第二次德岛，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贝拉米已经成长为了路飞后一年的超新星，和巴托洛米奥是同一届，不过依然是被路飞一拳秒的命运。此时贝拉米悬赏1.95亿。明哥秒斯摩格，动漫里还算给烟鬼留了点面子，让他和明哥 battle 了几招。其实明哥一招之后直接就起脸了。冰火岛时期罗的赏金是4.4亿，直白点说，斯摩格远远不到这个水平。慎平秒莫利亚，顶上战争吸了影子的莫利亚被慎平一招焦瓦正拳给打吐白眼了，当时只有一句感叹，同是七武海这也太菜了，怪不得战后吴老先要除了他。莫利亚在老七武海里赏金还算比较靠前的，有3.2亿，后面慎平又让鹰眼给秒了，这个是动漫魔改，他俩就没交过手，不然感觉鹰眼用小刀就能秒莫利亚了，真惨。不过看鹰眼现在4皇水准的赏金，小刀秒莫利亚好像也没毛病。路飞秒和平主义者，2年前超新星打这玩意儿无比狼狈，只单挑谁都打不过，路飞索隆山治联手都不能完全干掉一台，2年后路飞秒他只需要1拳，这一拳的价值能秒2年前任何一个超新星，包括路飞自己。麦哲伦秒黑胡子右团，推进城里一招毒龙把黑团给制住了，黑胡子此前用暗暗果实吞噬过毒墙，这里他并没有给自己解毒，
是不能还是不想呢？还是被毒麻了？之后须留带着解药来投诚了，因为黑胡子当时没有赏金，按照黑胡子对标艾斯，其他人按顶上战争后的赏金算，黑胡子右团大约是 7.5 亿的水准。黄猿秒超新星，在香波地群岛收网阶段，黄猿先后秒掉沃尔基、阿普、德雷克、霍金斯和索隆5名超新星，总悬赏 8.97 亿，结果完事儿一个也没抓，也造就了黄猿工资到位、4皇踢废、大侄到位、明眼划水的经典。卡普秒马尔科，在70多岁老人家面前玩偷袭，可惜马尔科找错人了。卡普跳起来就是一拳，一拳撂倒后，小马哥就再也不敢走捷径了。当时马尔科被锤的脖子近乎是180度扭转，战后马尔科头上和脖子上的绷带怎么来的，也只有卡普打过他这里。马尔科赏金是 13.74 亿，顶上战争时期应该也大差不差。凯多秒路飞，5皇1棒在当时确实也算个黑历史了，谁让路飞拿铁头功硬拼雷鸣八卦来着，15亿被1棒秒杀，路飞当场就值了。但是海贼王里一大错觉就是路飞白眼了，白眼只会让路飞越来越强。罗杰秒光月玉田，虽然罗杰一招神臂秒玉田并不是秒到白眼一翻失去反抗能力的那种，罗杰给这位他心爱的武士留了点面子，高手过招，这样就算是分出胜负了。玉田在白胡子船上待了4年，也在白团这期间玉田有了悬赏，遇到罗杰的时候玉田的赏金还不到巅峰，应该在15到20亿左右吧。红发秒基德，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纸面价格最高最干脆的一场秒杀了。继2年期间断臂后，基德觉得自己又行了，新悬赏令还没顾得上多看2眼，红发继承着罗杰专用来秒人的神臂，一招让30亿的基德体验到了世间的残酷，吓人。基德也是直接失去了意识了，不过比当时15亿的路飞还夸张，基德如今可是30亿，30亿确实水，但没有想到能这么拉，又或者说是红发太强了。上回是断一只胳膊，这回连船都给劈了，算是全军覆没。神臂在线，大国在临。东丽和布洛基也说出了和当年红发相似的经典语录，既然把枪口对准别人的家乡，那就做好赌上命运的觉悟吧。娜美的3色霸气和6式体术，娜美可以说是海贼王里最低调的人，因为这种精通3色霸气加6式的强者居然混在胆小组里面。那么就首先来看看娜美的3色霸气强到什么程度。见闻色霸气在娜美这里也叫见钱色霸气，娜美对钱的敏锐程度不输于路飞闻到肉，索隆闻到酒，山治听到女人的呼救。普通见闻色发动的时候眼睛会闪烁红色，而见钱色霸气眼睛则是会变成贝利，并施加全套增益 buff。武装色霸气，虚假的铁拳卡普，真正的铁拳娜美，橡胶路飞，硬汉索隆，金刚狼山治，这3个怪物体质一旦沾到娜美的拳头便纷纷破防。相比之下，什么四皇、皇父、七武海都是弟弟，铁人弗兰奇一逼斗干出鼻血，骨头布鲁克也能打出肿包，这是什么级别的流英？霸王色霸气，霸王色在娜美这里也有另一种叫法，叫做幸福之拳，见者有份，一击必杀，光速清场。当然霸王色的话，略有实力的人可以免遭此劫，幸福之拳也差不多，主要是用于清场山治们。另外，娜美也已经完全掌握了霸残加流英的输出方式，因为在和之国遇事，娜美隔空击飞了山治，看样子山治受了严重的内伤，鼻血横流，倒地不起。除了3色霸气，6式体术，娜美更是样样精通。指枪，普通的指枪只会让对方感受到皮肉之苦，而娜美的指枪会直接给人心理上的创伤和压迫感。路飞、索隆面对 CP9 的指枪尚可挺住，但面对娜美的指枪，他们却毫无还手之力。除了这个，娜美的指枪还可以用来砍价，不得不说，这么强的招式用在普通人身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蓝角，娜美平时倒不怎么对其他人用这招，不过经常不懂就问的布鲁克是没少挨了娜美的蓝角。娜美的蓝角甚至成了布鲁克的专属，经常就是二话不说，一脚就甩过去，一击必杀，而且会配合霸气一起使用。指挥，使用者的身体可以像纸一样柔软，躲避攻击，是见闻色的初级用法。在恐怖3人帆船，娜美也是在双脚不移动的情况下，熟练躲避阿布萨罗姆的强吻，强吻如雨下，却能滴水不沾身，可见娜美当时的指挥实力已和见闻色无异。跃步，使用者利用脚力腾空，并可以在半空闪躲腾挪，同样是在恐怖3人帆船，娜美拽着乌索普躲避僵尸的追击。跃步一般是自己独用，娜美当时带了个乌索普，增加了体重，只能勉强用出走样的跃步，不过也可以和袋鼠僵尸 battle 一下，实属不易了。看来娜美其实也是精通跃步的。T， 使用者瞬移到对方面前发动突然一击，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因为路飞在船头肆意飙船，娜美曾对其使用过 T， 这招应该是娜美手拿把掐的。铁块，在鬼岛，润提说自己的头最硬，娜美第一个不服，面对润提的头锤，路飞被顶得翻白眼了，乌索普头骨粉碎性骨折，他俩都扛不住，然而娜美却结结实实的挨了润提的蓄力一击，而且还是加了武装色硬化的。娜美居然没有白眼，立刻就清醒了过来，完后还能挣扎。虽说6式学5式，铁块不要学，这是个宿命技，不过以后只信卡普和娜美的铁块了，别人的铁块只能说没练到位。看来路飞、索隆、山治、慎平4大主力为什么听娜美的？娜美为什么是船霸？海贼王为什么叫航海王？路飞为什么是海贼王的男人？一切都迎刃而解了。OK，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了，以上内容纯属当真，切勿娱乐。草帽团普通的一天，凌晨5点，天还没亮，
这个时候伙伴们大多都还在熟睡，索隆刚刚睡下不久，不过他很快就会起。5点准时起床的山治简单检查了一下船上的情况，就去厨房为大家准备早餐了。路飞被饭香熏醒，第一个坐在餐桌前喊着开炫开炫。即便是早上，路飞也嚷嚷着要吃大肉，山治也会满足他。其他伙伴也陆续起床，迎接崭新的早晨。今天的早餐主食是三明治。早上8点，大家吃吃喝喝，打打闹闹，聊完天就到甲板上放风。在布鲁克拉奏的轻松旋律中，路飞、乔巴、乌索普新的一天精力充沛，在甲板上疯玩。罗宾日常照料自己养的花，娜美挑选自己今天的装扮，山治和索隆在厨房洗盘子，弗兰奇在能源室里给船添加新的可乐。船慢慢的前行，开始了一天的休闲航海。上午9点，今天天气很好，娜美、罗宾在甲板上晒日光浴。山治精心准备了爱心饮品和甜点，随时往娜美、罗宾那边送。索隆只要是清醒的时候都在锻炼。路飞坐在自己的特等席上钓鱼，今天的海面异常温柔，快把路飞摇睡了。乔巴在船尾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漂浮的椰子。乌索普和弗兰奇比赛射击，最终乌索普取得了今天的小小胜利。上午10点，罗宾坐在餐厅看书，山治一边整理食材准备午餐，一边为罗宾酱冲泡上一杯暖暖的咖啡。乌索普在专心搞他的稀奇古怪的发明。喜欢游泳的娜美正在享受自己的泳池时光，而其他男生们在玩一种很奇怪的游戏——虚拟宴会。弗兰奇在假装自己吃大餐，其实啥也没有，但看着其他人居然口水横流。弗兰奇表演完收到了大家的赞许，好沙雕，估计他们是饿疯了吧。就这样，他们沉浸在了自己的沙雕的虚拟世界里。中午12点终于开饭了，午饭山治准备的非常丰盛，因为他们下午要上岸玩了，要好好补充体力。另外山治也提前准备了每人份的海贼便当，以便路飞他们随时开吃。下午1点，一个懒散寂静的午后，突然觉得好困。草帽一伙有些人都有午休的习惯，索隆坐在外面就打起了瞌睡。弗兰奇带着乌索普、布鲁克、乔巴检查了一下船，之后乔巴要睡一下午觉，弗兰奇坐在甲板上冥想，娜美要去日常绘制一下海图。下午2点，路飞饿了，山治在甲板上支了一个烧烤摊，给路飞烤肉吃。索隆还在懒洋洋的昏睡，其他人则来到甲板一起打排球。下午3点，草帽一伙来到了一座度假岛，娜美、罗宾上岸后一如既往的逛街购物，完后大家一起在岸边开始海岸派对和下午茶时光。山治大部分时间都是陪在女士身边端茶倒酒，其他男生就是一起嬉戏打闹。下午6点，大家都玩尽兴了，回到了船上。天色黄昏，草帽团每周一次的横纲大赛开始了。本次选手是路飞和弗兰奇，在大家的加油助威下，双方进入制胜环节，结果双双被娜美终结。这周的横纲得主是娜美。夜幕降临之前，山治已经做好了饭，煲好了粥。今天他又研制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等伙伴们来品尝。晚上7点，晚饭时刻到了，大家又聚在一起，愉快欢闹的进餐。从黄昏到夜晚，充实欢乐的一天快要结束了。索隆爬到瞭望塔上，又开始了高强度锻炼。精力充沛的路飞他们继续在甲板上钓鱼或者玩闹，甚至还给山治要夜宵吃，因为路飞一天至少要吃5顿饭。山治准备了披萨给他。晚上的时间大部分属于个人，罗宾可能在顶层图书馆看书，弗兰奇可能在工作间搞发明，布鲁克可能在甲板演奏音乐，娜美也许在浴室泡澡之类的，大伙各做各的。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有人陆续进入梦乡，只有索隆要在健身房里待很久，通常要锻炼到凌晨4点。深夜的大海无比寂静，不过有索隆在上面，大家可以安稳入睡。草帽团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草帽团娜美搞钱的8种手段。草帽团早期一穷二白的时候，大多费用都用在了路飞的伙食费上，经济非常困难。不过就算这样，草帽一伙平时还能有点零花钱，绝对离不开娜美的搞钱和管钱能力。首先就是偷树，不用多说，这小贼猫的老本行，号称海贼专偷，小小年纪就从海贼手里累计偷到了1亿贝利，名副其实的小富婆。最后娜美离开村子的时候，把1亿贝利全数留给了村子重建，但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临走时娜美顺走了全村人的钱包，钱可能不多，但也能作为草帽一伙的启动资金了。2. 福利骗，单纯的骗术也许会容易识破，但娜美太会利用自身的优势了，往桌子上俯一下身子，再给对方挤眉弄个眼儿，这时候很多人就沦陷了，还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福利，结果娜美才是最大赢家。最开始骗巴基的3个小弟，3个大聪明本以为财色双收，结果被娜美给换家了，再来个航海士的天气预报，让3人血本无归。要没这卖拐的本事，小贼猫怎么能8年1亿贝利呢？3. 涨价的幸福之泉，阿拉巴斯坦浴室娜美一招幸福之泉，堪比霸王色，秒杀全场。只不过当时是明码标价，每人10万贝利，而2年后，随着娜美身上越来越有料，幸福之泉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目前已经涨到了30万贝利起步。大多时候都是草帽团内部限定，不怕你现在没钱，从零花钱里面扣。4. 赌钱，一般跟娜美说到竞技类游戏，娜美都很蔫，但是只要说到有奖金，娜美可就不困了。威士忌山峰赌酒，娜美说人家是女孩子了，喝不多呢。管家说有10万贝利奖金，娜美说来。娜美火力全开，索隆喝到第10杯的时候，娜美已经第12杯了，长相和酒量不成正比。娜美平时也不怎么打牌，但是不打并不代表不会，只要玩钱，娜美瞬间化身赌王。5. 高利贷，索隆这种人为什么会听娜美的？还不是因为一开始借了娜美的钱塞进去了，借10万还30万，1分没用也得还。
暂时没钱可以，那就给娜美当牛做马。早期的索隆只能是听从娜美的指挥，脏活累活索隆都干，差点给索隆逼疯。2年后，按说欠的钱早就从索隆的零花钱里面扣完了，但索隆还会下意识的娜美让干啥就干啥。看来这种命令已经是刻进了索隆的 DNA 里。娜美一下命令，索隆的身体就不听自己使唤了。6. 砍价。每到一个地方，娜美都会买一大堆衣服，当然这里面除了自己的，也包括大家的休闲装。一般来说，这种消费力度早就入不敷出了。可娜美跟店家直接就是往1折上面砍。愚人岛帕帕古为了报恩，答应娜美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免费送。帕帕古肯定是想着诚意到了就行，就算给很多，谦逊的草帽团肯定也不会要。结果娜美他们就把人家的店给搬空了。帕帕古还是大意了，他们可是海贼啊，店主答应可以抢劫，那不要白不要。7. 谈判。娜美的谈判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威胁。在跟管家谈判保护薇薇公主的时候，娜美坐地起价，开价10亿贝利。娜美自己一人肯定接不了这活，但娜美当时可以靠高利贷调用索隆干活，真是拿捏的恰到好处。不过阿拉巴斯坦结束后，娜美并没有要这10亿贝利。在死亡尽头的冒险中，娜美向酒吧老板询问在此地赚钱的办法。娜美的话语虽然尽显可怜之意，可字里行间透露着我们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海贼，要么说要么死。这个时候，路飞、索隆他们也都默契地站在了娜美的身后。在水之都也是跟典当行老板说，我身边有个悬赏1亿贝利的海贼，你看着办吧。这一点娜美也是把己方优势运用的炉火纯青了。8. 收刮民脂民膏。草帽一伙平时的零花钱都是娜美掌管和分配。在水之都的最后，路飞用1亿贝利开了宴会，完事儿还有脸跟娜美要零花钱，娜美上去邦邦就2拳。估计路飞此后一辈子都领不到满额的零花钱了。买水水糖的钱也是借了乔巴的。在山治缺席的时候，娜美去做饭，但是一个人要付给娜美5000贝利，被吐槽零花钱一下就没了呀。后来路飞强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做饭，算了，还是交5000贝利吧。娜美做饭要钱，路飞做饭要命啊。所以虽然娜美平时会掉钱眼里，不过就说草帽团这群人，尤其是路飞，对钱没有什么概念。照着一场宴会1亿贝利这个标准，路飞把自己当了，他也不够他生活费的。说实话，这个船上没有娜美是真不行。山治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异性缘，要说异性缘的话，路飞敢说第一，山治第一个不服。只不过山治的异性缘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山治奇特的异性缘在阿拉巴斯坦开始，当时路飞跟之前不在场的山治描述他们刚刚结交了一个奇怪的朋友，山治只风轻云淡的说自己对人妖不感兴趣。没想到山治这开光嘴，不久之后山治就对上了这位新朋友小冯。在吃尽了人妖之苦后，两人留下了一段小小的友情。这事儿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山治也没想到能跟人妖还有什么牵连。香波地群岛，熊非常贴心的帮山治实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山治的新去处景色宜人，岛上呢怎么说呢，全都是异性，这就是山治的异性缘为啥可以媲美路飞的原因。路飞拥有一个岛的桃花运，山治说谁不是呢？毕竟卡马巴卡王国被誉为第2女儿岛，但真实情况只有亲身体会过的山治才能明白。路飞在女儿岛没待多久，山治却在这里一待就是2年。山治学会了月步和神经质见闻色各种加速和躲避的技能，并将自己2年后的一个新技能命名为地狱的回忆。在一帮异性朋友的护送下，山治重回香波地群岛。山治毫无留恋，再见再也不见。在得知路飞和女帝认识后，山治心态瞬间崩溃，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如果可以，山治高低得找熊倾诉一波，为什么只有我的梦想货不对版？2年后，命运给了山治一些补偿，第一站就是愚人岛，山治的奥布路。不过山治还没有尽情享受多少愚人岛的福利，就差点被压抑了2年的鼻血一波带走。又是多亏了山治的开光嘴，他千想万想都没有料到这里居然也能遇见自己的故人。在山治失血过多命悬一线的时候，乔巴找来了2人妖给山治输了血。知道真相的山治上蹿下跳，情绪几近崩溃，真是造化弄人。山治最早只是说他对人妖不感兴趣，结果到了这里，山治的身体里已经流淌着人妖的血了。到了和之国，这里可算没有山治避而远之的人妖了，可是他的那种奇奇怪怪的异性缘并没有终结，因为这里有女装大佬小菊。小菊是个男儿身，自称武士，但和之国最后泡澡的时候，小菊一个纯爷们是在女澡堂泡的，所以小菊的定位是以男儿身自称武士，而内心是个女生。但不管怎么说，在不知情的山治的眼里，小菊一直是位美丽的 lady， 曾多次对小菊袒露浓浓的爱意。索隆、路飞、乔巴是先后知道了小菊是男人的，山治就一直蒙在鼓里。这一次可没人强迫山治，是山治自己选的。已经可以想象到路飞漫不经心地说小菊是个爷们儿的时候，山治那种精神崩塌的表情了。其实山治一直以来的异性缘确实不错，在战斗对位中就有多位女性对手，只不过他栽也栽到这上面。司法岛被卡利法一脚命中下路，德岛被紫罗兰的高跟鞋命中上路，鬼岛被黑玛利亚骗进来杀。怎么说呢，别人的异性缘都是赏心悦目，山治的异性缘多少有些惨不忍睹。总是跟山治开命运玩笑的有2种东西，一个是他的悬赏令照片，一个就是迷惑的异性缘。在这方面，山治是输家也是赢家，因为山治曾经有过一段两厢情愿的真挚感情，那就是布林。在各方面2人都很搭，只是山治不知道的是，布林剪掉了他们那晚的回忆。后来布林拳打了欺负过山治的倪治和永志，在那场黑暗的血色婚礼中，美丽的公主对王子动了真情。
海贼王中那些打不坏的无上神器。海贼王里最坚不可摧的东西是顶级断刀匠的快刀吗？是灌满霸气刀枪不入的身躯吗？都不是，而是那些平时根本不起眼的东西。果实能力者的衣服，这质量杠杠的，可以看到有果实的人和无果实的人，他们穿的简直就是两种衣服。没有果实的人的衣服会正常破损，而自然系能力者的衣服不管烂成什么样都能立刻复原无恙。尤其是海军的无上大外套，老三大将都是自然系，他们的外套也和自身合二为一了一般，不管被穿几个洞都能变得完好如初。如果说这是自然系能力者的一项不用买新衣的福利，其他系的能力者更屌，他们的智能衣服能根据自身的状态变大变小，自动调节为自适应模式。所以比恶魔果实更神奇的是，这些防火耐寒抗雷电的无上大外套。弗兰奇的无上大胖子，2年前弗兰奇的内裤被抢走时，他说自始至终他就这一条，当时都惊了，就算全程裸奔他都不愿意再去买一条，可见这对他的意义。当然这条胖子在弗兰奇差点粉身碎骨的时候都没有坏，可见这无敌的质量。这条伙伴30年如一日穿在弗兰奇的身上，2年后不知道是换了还是染了个色儿，感觉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山治的无上大西装，山治虽然不是能力者，但他的西装质量是真好，就是甚至人都被打成灰了，西装修修补补还跟新的一样。还有山治用出恶魔风脚的时候，踢的对手滋滋冒油，自己的裤子和皮鞋还好好的，这质量都可以媲美用记忆金属做的战斗服了。鹰眼的菜板，鹰眼出去是剑豪，回来是农民，在家是厨子，黑刀、镰刀、菜刀3样可以无缝切换。鹰眼手底下的菜板也不容易，不过这个菜板也可以吹一辈子了，不卑不亢，承受过世界第一大剑豪的斩击，毕竟能凭血肉之躯扛下来的也只有巴基大神可以做到。路飞的无上大黑拖，头顶高光草帽，脚踏低调拖鞋，是路飞万年不变的穿搭。路飞的拖鞋确实也损毁过，被老沙给沙化了，不过随着路飞变强，他的拖鞋也像名刀一样被霸气淬炼着。德岛产武装色登明哥，鬼岛产霸王色登凯多，怕不是哪一天路飞真把自己的拖鞋练成了黑拖。黑刀不止一把，可黑拖仅此一家呀。明哥的无上大眼镜，明哥的本体是眼镜已经实锤了，因为眼镜不碎明哥不贵，眼镜一碎明哥必贵，但明哥的眼镜质量也很硬，从小戴到大。路飞的无上大黑拖登过来的时候，明哥脸加武装色防御，人都被蹬出去几十米，眼镜没事儿，只可惜后来用正脸接了4档，眼镜终于废了。不过仔细一看，明哥的眼镜镜架并没有损坏，只是镜片碎了。没过多久，明哥的眼镜居然就修好了，这都行。要问路飞4档大元王枪什么实力，只能说不如明哥的眼镜。这就是海贼王里几大质量无敌的无上神器了，纯属娱乐，切勿当真啊，兄弟们！想要变强，还是要遵循凯老师的意见，修炼霸气，强身健体。海贼王那些有趣的最早设定，首先来看一下 CP9 的设定雏形。卡库本身的鼻子还很正常，雄狮未娶那会儿还叫阿波罗，狼人加布拉那会儿还叫夏奇因。其他人在形象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和草帽团的对位情况有很大调整。除了陆奇对战路飞，未娶对战乔巴，这俩没变。卡利法对战的是罗宾，猫头鹰对战的是娜美，卡库对战山治去了，加布拉对战索隆，索隆山治的对手等于是调换了，然后布鲁诺对战乌索普，这里面甚至没有弗兰奇什么事儿。看来司法岛的剧情和初期设定有很大出入，进行了很大改动。这是最早的 CP9，而最早的草帽团用现在的认知来看更离谱。最早的乔巴是有着斑马的条纹、鹿的脚、驴的脸的某种奇特的生物，这长得有点异类，甚至猥琐了。主要是这只乔巴还会抽烟，现在的乔巴抽到山治的烟可是会被呛到的，这种反差感就感觉很搞笑。后来就变得比较正常了，但和现在比还是差别很大。当然还有一些怕死掉的小设定，像是罗宾用花花果实在乔巴的后脑勺上长出了一张脸，因为过于惊悚就废了。回过来再看最早的草帽团，路飞身后有一个长相酷似黑胡子的哥们儿，仔细一看，这哥们儿原来是乌索普，狙击手的职业没有变，不过直接挂名了副船长。乌索普是副船长，那索隆呢？索隆仅仅只是个战斗员了。在更早的构想中，索隆甚至都不是草帽团的一员，而是巴基的其中一个小弟。看来索隆在设定中也是一步一步的那么励志。接下来就是前后形象上差距很大的设定。众所周知，黑胡子海贼团的颜值是圈内垫底的。早期设定里，黑团九尾狐卡特琳娜戴鹏却是一位大美女，会是索隆的一个强劲对手，但最后这个颜值没有被采用，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卡特琳娜戴鹏的样子。同样意想不到的还有章鱼小巴。小巴最开始是个墨鱼美女剑士，会使8刀流，除了比章鱼多2刀之外，和现在呆萌憨厚的小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还记得让草帽一伙崩溃的可可罗婆婆吗？尾田夺走了她的美貌。不过在最早的设定中有这么一条，人鱼用水充分弄湿身体后就能变回美丽的样子。如果这样的话，山治他们就不会强行让婆婆消失在自己的记忆中了。把路飞艾斯抚养长大的达旦，最早是一个戴着斗笠叼着烟斗的大叔，后来变成了现在的大婶形象。有一次达旦不是做梦梦到了自己变年轻漂亮了吗？其实达旦年轻的时候真是个美女，有点区别的是，年轻的她比梦中的她看起来更加英姿飒爽。这是尾田一直以来的恶趣味，倒也不奇怪。最早的女帝和现在也有很大差别，现在女帝是31岁，早期设定中比现在还要更年长许多，估计是足够当路飞的妈妈了。脸上还有一个蛇形刺青，
有时会戴着面纱，看起来更加冷峻一些。在动漫907集，这集的名字叫做《冒险的黎明》，这正是尾田早期的一部短篇漫画，可以看作是《海贼王》的前作。而《海贼王》正篇的第1章也就采用了这个标题，只是情节改动相当大。在《冒险的黎明》里，路飞的草帽和果实都是当海贼的爷爷卡普给的，卡普还鼓励路飞出海，做海贼是很棒的。这句话居然能从卡普嘴里说出来，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里面，娜美的原型是一个蓝色头发，名字叫做安的女孩，不知道在这个平行世界里，娜美会不会是罗杰的女儿呢？后来在《海贼王》里，卡普一开始的形象是戴着帽子、抽着雪茄的海军，绰号叫做白色意外，看起来有几分神秘。白色意外这个绰号，现在感觉也很适用于卡普，毕竟马尔科切实的体验到过什么叫做白色意外。以上呢，就是《海贼王》里的一些有趣的最早设定了，因为先入为主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有点新奇，不过把它们看作一种平行时空，感觉也挺有意思的。热血漫迷罗的一些雅趣。罗在被草帽一伙带偏之前，给人一种比较高冷现实的性格印象。然而随着罗被解放天性，以上也仅仅只是他的表面，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少年派。首先，罗对忍者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早在作者龙之助爬向岛的时候，听到雷藏是个忍者，路飞他们纷纷转头。有些出乎意料的是，罗也跟着大家一起不淡定了。有些蒙圈的罗宾还被一伙人激动的动作给吓到了。当时觉得罗也认为忍者很酷嘛。然而他不仅喜欢，而且罗当时和路飞他们所想的是一样的。雷藏是类似纳鲁头、萨斯ケ的那种，但当见到雷藏本人的时候，路飞他们先是震惊，然后都沉默了。他们幻想破灭的反应是无比贴切。不过听说雷藏真的会忍术，罗也跟着路飞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分身の術を見せてみろ。早くしろ。やれよ。而当雷藏说忍者是不会喊他们想象中的中二口号的，那种忍者只是幻想的产物，这句扫兴的话无疑也刺激到了罗。瞬间感觉罗虽然表面高冷，但内心完全和路飞他们是一个等级啊。之后雷藏被迫营业，罗终于见识到了想看的多重影分身之术。罗屡次透露出那种沉迷中带着憧憬，震撼中伴随着难以置信，内心还在暗暗中二的流汗表情，然后心满意足了。海贼世界里有没有连载火影不知道，反正在摩根斯的世经报上连载着一部叫《海上战士》索拉的热血漫，而罗就是《海上战士》的忠实漫迷，而且还购买了单行本。当罗看到里面的反派吉尔玛是真实存在的时候，整个人又躁动了。悪の軍団ジェルマ66のナンバー3ステルスブラック。てかなんでお前が詳しいんだよ。当然だろ。ノースブルーの常識だ。罗对里面的设定和装备了如指掌，他表示自己是海上战士的正派读者，讨厌反派吉尔玛，最后入戏了，还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混蛋吉尔玛。虽然当时他们现实中的处境很窘迫，但这不妨碍罗在那儿一本正经忘乎所以的中二。おそばマスク。いや、絶対ジェルマだろ。あれはジェルマ66ステルスブラックの能力。やはりそうか。俺ジェルマめ。てめえはどっちの味方だよ。ステルスブラック。その名前で呼ぶのはやめろと言ったはずだ。第三，罗有多喜欢毛茸茸的东西不清楚，但他身边一直少不了毛茸茸的元素。从小就戴着一顶毛茸茸的帽子，重要程度看起来堪比路飞的草帽，闪人都不忘先闪帽啊。后来又遇到了对他人生至关重要的克拉松，他也是个毛茸茸。后来又遇到了贝波，平时拿贝波当靠枕，想必是很舒服的。贝波还经常会熊抱罗。贝波不在身边的时候，有一位同行被绑在了他的帽子上，又是一个毛茸茸，那就是乔巴。虽然高冷罗一时间被草帽团的沙雕气氛搞得瞳孔地震不知所措，但罗还是把乔巴系在了刀上扛了很久。喜提毛茸茸卡哇伊的挂件一枚。第四，罗喜欢流浪和收藏纪念币，这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罗的童年经历虽然惨，不过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苦中作乐，也是挺过来了。罗身上随处可见有纹身，不过想必相比于纹身本身，他可能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自己的恩人克拉松。罗的饮食喜好相当于索隆和乌索普的组合体，喜欢吃饭团和烤鱼。三智在准备便当的时候倒是省点事儿了。不过罗虽然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沉迷其中，但对于讨厌的东西也是深恶痛绝。众所周知，能让罗变二哈的除了草帽团，还有面包和梅干。俺はパンは嫌いだ。在扉页里就玩起了这个梗，
两只猴子在强迫罗吃面包，把罗给逼疯了，说什么也要对这两只猴子和面包大开杀戒。这个梗还引出了另一个版本，就是罗如果和克利架见面，罗一定会二话不说上去就砍，因为克利架的发型太像面包了，罗 DNA 里的杀戮之心动了。而当罗吃梅干的时候，更是痛苦面具。据说后来因为山治不小心在罗的饭团里加了梅干，罗先是强忍着吃下去，然后几分钟后跟山治大吵了一架。虽然罗经常被草帽一伙弄得崩溃，但罗不仅和他们有很多共同喜好，可能罗自己也没有发现，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放飞自我和有趣了。草帽海贼团的那些经典组合技，草帽一伙有五花八门的组合技，都是他们多么机智、信任，或是多么沙雕的一种体现。草帽团的组合技有2人组的、3人组的、4人组的、5人组的、7人组的，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多人的版本。首先是2人组，2人组的占了很大一部分，空军橡胶踢、山治路飞专属、地点慈孤岛、愚人岛等。最初这是草帽团第一次有名有姓的组合技能，由山治的踢技作为动力，加上路飞的弹力，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当时拯救了走到哪儿都避免不了被吃的乔巴。此后也开启了空军系列组合技的模式。2年后愚人岛，山治用此招将路飞送上诺亚，与霍迪展开决战。必杀骗人桥铁锤彗星，乌索普乔巴专属，地点阿拉巴斯坦。在和老沙手下2v2的战斗中，乌索普乔巴在解决了一个敌人的情况下，以乔巴的鹿角强化当炮架，乌索普将铁锤发射出去，命中敌人，完成终结，取得胜利。空军动力踢，又称空军爆裂踢，索隆山治专属，地点长链岛、恐怖岛等。这2个地方外加剧场版对付金狮子的狮子威，此招擅长找到最佳的攻击点，专门对付巨人或者巨物。毕竟山治的脚力，索隆的臂力，有着超强的爆发和杀伤。虽然2人平时吵吵闹闹是家常便饭，配合起来还真是默契好看。橡胶300烦恼工程炮，路飞索隆专属，地点水之都海域。一伙人在赶往司法岛的途中，迎面撞见了水之诸神海啸，路飞索隆用此招轰开了一个洞，让列车顺利通行。36鼻兰烦恼凤，索隆乌索普专属，地点司法岛。机缘巧合下，索隆喜提名刀鼻兰，可以通过鼻兰释放威力巨大的斩击，运用得当后的威力，想必可以媲美鹰眼砍向白胡子的那一记平 A。如果多加配合，其上限不可估量。罗宾乔巴被乔摔，罗宾乔巴专属，地点恐怖3维帆船。原本对霍古巴克怀有崇拜之情的乔巴，见识到他玩弄生命的行为后，粉转黑并异常愤怒。乔巴擒住霍古巴克，罗宾在乔巴脚下长出很多角，准备这样直接把他脑袋摔开花，不过最后被奥兹给破坏了。超级弗兰巴铁拳，乔巴弗兰奇专属，由击剑狂魔弗兰奇快速建一个空中楼梯，在半空，乔巴重量铁拳和弗兰奇的强壮铁锤组合出击，把奥兹打得有些懵逼。超大火鸟星，乌索普弗兰奇专属，由乌索普的特用油星和弗兰奇的净化火焰融合而成，然后形成升级版火鸟星攻击奥兹。必杀铁人彗星，也是乌索普弗兰奇专属，由乌索普的弹弓兜将弗兰奇发射出去，准备擒贼先擒王直取莫利亚，不过没有打中。空军课题樱花踢，山治乔巴专属，依然是空军系列，配合乔巴的跳跃强化和万力强化，释放出更大更强的课题鹰攻击对手。引潮一本过肩摔，百花缭乱大飞燕草，慎平罗宾专属，慎平将大妈摔倒在地，罗宾顺势把大妈送走，关门谢客。这也不是慎平第一次和伙伴合作技能，早在推进城顶上战争时，慎平和路飞倒有过多次组合技。然后是3人组，代表作就是陆索山3大主力的组合技了。不过说来也有趣，3个人第一次这样大动干戈，是在阿拉巴斯坦干掉了一只追杀路飞的蜥蜴。起因是食物被欺诈鸟给偷了，恶风3人组正愁没吃的，这只蜥蜴算是羊入虎口。其他人已经开始同情起来那只可怜的蜥蜴了。大佛斩层层叠炮，参与者索隆山治乔巴。先是乔巴将索隆抛至半空，索隆用斩击将楼房切成豆腐块一样，山治将这些石块踢向奥兹，一套操作行云流水，非常默契。羊肉 Jet 600烦恼工程炮，路飞索隆山治专属，地点香波地群岛。2年前3大主力展示出的最强组合技，勉强可以打倒一台和平主义者，现在看来是很拉垮，毕竟2年后他们再打这些机器纯粹是虐菜了。不过如果现在再用这一招，恐怕即便4皇也很难轻易扛下。橡胶巨人雷斧，参与者路飞娜美乌索普。在娜美的天气预报和乌索普的必杀雷龙星的帮助下，路飞将巨大化的脚深入云层，放出此招，威力巨大，终结了金狮子。然后是4人组，巨大机器战士，参与者乔巴、山治、乌索普、弗兰奇。这一版索隆不干了，主体也只有乔巴、乌索普、弗兰奇。然后山治发动新版本空军机器人踢，将他们送到奥兹的头上，由弗兰奇猛男跺脚，狂踩奥兹的头。名不副实的组合技也迎来了伙伴吐槽。要说还有那么点用的话，那就是让奥兹自己锤了自己的头，哈萨其实躲开了，这就是他们的战术。雷古剑革命舞曲前跳，参与者布鲁克、娜美、罗宾、乌索普。先是由乌索普的兜当炮台，罗宾将回转藤蔓缠在布鲁克的身上，确保发射出去时能高速旋转。
中间穿过娜美制造的雷云，被雷电包裹的布鲁克，宛如一支雷箭刺穿了奥兹的臂膀。此外，在旗帜猎人篇还有一段很搞的4人接力组合技。为了在路飞发现海贼旗被偷了之前，山治空军踢，索隆烦恼凤，弗兰奇风来喷射，将乌索普及时绷到桅杆上，挂上海贼旗，成功瞒天过海。橡胶电锯参与者路飞、索隆、山治、乌索普，由乌索普发射一枚炮弹，山治、索隆接力甩给路飞，让他手臂拧巴起来，接着直接开锯，最后差点把那只岛龟给锯了。然后是5人组，6亿贝利 Jackpot， 参与者路飞、索隆、山治、弗兰奇、罗宾，技能名字和攻击方式都很简单粗暴。当时他们5个加起来的赏金6亿多一些。在登陆恐怖3维分船的时候，几个人对一群僵尸发起了团灭级清剿。巨型大皇帝参与者索隆、山治、乔巴、乌索普、弗兰奇，当时邀请了罗宾参加，但因为过于中二，乔巴、乌索普参加倒没什么，索隆、山治也被忽悠的被迫营业，发现此招根本是毛用没有，索隆才回过神来，强迫自己忘掉这糟糕的经历。然后是6人组，这个就没什么组不组合一说了，趁奥兹不能反抗，上去就是一顿暴打，打完就跑，而且奥兹是用的路飞的影子，而草帽团的集体组合技大多都是在打奥兹的时候开发的，所以这里面多少是掺杂了一点点对船长的个人恩怨。然后是7人组，是在第2部特别篇里，一个叫拜昂的海贼通过指挥合唱团唱歌可以达到操纵别人的目的，还导致草帽一伙自相残杀。不过最后他的结局也很惨，被所有人群殴。大多有名字的组合技都是2年前开发的，2年后草帽一伙之间的组合攻击其实也不少，比如索隆、山治秒杀和平主义者，娜美、乌索普合力生擒凯撒，布鲁克、娜美痛击大妈宙斯，等等等等，只不过不再起中二的技能名了。不过还是希望再有威力更强、更有趣的组合技出现吧。弗兰奇的36款发型。弗兰奇作为海贼王中屡见不鲜的一员变态，不仅身体有各种奇怪的技能，发型也可以百变姿态。当然，弗兰奇的发型并不是为了变而变，根据能源、状态、环境、氛围，他的发型会应景的变。第一，刺猬头。少年弗兰奇还未自我改造时，发型还比较正常，后来尤斯塔斯基德的发型与这个相似。而路飞会一语双关，管留这种头的基德叫做刺头男。第二，